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现在打开财经新闻，大家都在关注辉达的 GPU， 但在这波 AI 浪潮的背后，摩根大通在4月底的这份最新研报却抛出了一个足以翻转整个市场格局的震撼弹。这份报告的标题非常直接，它宣告 CPU 正在经历一场华丽复兴。这不只是 Intel 与 ARM 的联手反击，更预示了2026到2027年整个 AI 硬体的投资红利即将出现一场规模空前的结构性大搬风。华瑞认为，当市场还在追逐算力晶片时，精明的资金已经开始布局下一阶段。我们先来看看资金流向。据摩根大通半导体团队的最新观测，全球云端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正持续大幅上修。2026年的资本支出成长预期已经从原先预期的 52% 大幅上修到了 63%， 到了2027年，预计还会再有 40% 的强劲成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代表在2026这一年，全球数据中心会多出2000亿美金的支出，这是史上最大的年度支出增量，远远超越了2025年的历史记录。华瑞认为，这代表 AI 的基础设施竞赛已经从试水温进入到了全面准备赛。据摩根大通半导体团队提到，这种增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数据中心的电力规划作为支撑。目前北美的数据中心电力管道在2025年底已经达到 140GW 以上，这支撑了数据中心容量的快速扩张，预计装机容量会从2025年的 48GW 一路飙升到2027年的 75GW 以上。这种惊人的硬体需求正直接转化为大厂手中的订单红利。据摩根大通报告提到，辉达与博通的订单能见度已经明确看到了2027年。辉达光是针对目前的 Blackwell 架构以及下一代的 Vera Rubin 架构，订单能见度就已经超过了1兆美金，而博通在2027财年的 AI 收入则预计会突破1000亿美金。摩根大通认为，除了这些大家熟悉的赢家，硬体市场正在发生2大决定性的结构转变。首先是加速器的组成比例在变。据摩根大通半导体团队预判，2026与2027年，客制化的专用晶片 ASIC 在整体市场的市占率将加速提升。这反映出大型云端商正致力于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当训练完成，进入大规模推理阶段后，专门为特定模型设计的 ASX 晶片在成本与功耗上的优势会显现出来。华瑞认为，这让客制化加速器获取市占的速度在未来2年将会明显超过通用的 GPU， 像是博通 AVGO 与美满电子 MRVL 正是这波自研晶片潮的核心受益者。美满电子靠着亚马逊的 Trainium 以及微软的 Maya 晶片持续放量，而博通则稳守 Google 的 TPU 以及 Meta 与 OpenAI 的合作版图。华瑞认为，这代表 AI 投资已经从买什么晶片都能涨，转向了追求极致性价比与垂直整合。更让市场感到意外的转折点是 CPU 正在重新夺回发言权。过去几年 CPU 常被视为老旧的组件，但据摩根大通硬体团队指出， Intel 与 ARM 的最新动态显示， CPU 正进入一个全新的结构性成长周期。关键原因就在于代理人 AI，也就是具备主动执行能力的 AI 智能体。华瑞认为，这位代理人 AI 的工作方式跟传统的数据查询完全不同，它涉及大量的非同步任务、复杂的资源排程以及工具桥用，而这些运算任务通通都是 CPU 的强项。据摩根大通分析，当 AI 从训练转向推理，运算资源的配置比例会发生剧烈震荡。在传统的 AI 训练模式下，大约是7到8颗 GPU 配1颗 CPU，但随着工作流程转向推理阶段，比例会缩减到3到4比1。据摩根大通预估，在多代理人工作负载下， CPU 的需求比例甚至可能翻转，成为控制数据流与决策核心的灵魂。据 ARM 在近期活动中的测算，代理人工作负载会让每人的 token 生成量增加15倍以上。这些代理人会不断发送异步请求，产生庞大的排程与容器管理任务。这直接导致数据中心对 CPU 核心的需求会从现在的每吉瓦3000万个直接翻4倍，变成1亿2000万个。摩根大通认为，这意味着 AI 数据中心的 CPU 市场潜在规模上看1000亿美金，这对于伺服器大厂是极大的利多。据摩根大通报告特别点名，戴尔 DELL 与惠普 HPE 将从这种 CPU 含量提升中受益。华瑞认为，戴尔的投资吸引力正来自于他对2级云端客户的深耕。这些 Tier 2客户虽然规模不如微软，
但他们对硬体扩张的欲望极强，且对 CPU 的需求比一线大厂更刚性，这能有效抵消传统企业需求的疲软。据摩根大通报告预计，戴尔2027财年，也就是历年的2026 EPS 成长将维持在 25% 以上。更有趣的是，摩根大通给出了大胆预估，戴尔在2027年的获利可能来到每股$17左右，这远高于市场共识的$14.9。华瑞认为，当投资人的信心随着获利轨迹的不断上修而增加，戴尔的估值倍数也有望从现在的10几倍逐步修复到接近20倍的高点。除了晶片与伺服器，网络与传输设备也正在同步爆发。据摩根大通硬铁团队分析，为了支持更高强度的异步运算，数据中心的 I/O 与互联规格必须全面升级，这让网络设备商如 Arista 与 Cisco 以及提供光纤、线缆的二级厂商也将随之迎来显著的业绩成长红利。华瑞认为，这代表 AI 硬体的投资已经从单纯的卖铲子阶段正式跨入到了架构与效率竞争的时期。这份名单中的5档关键标的包含 Intel、ARM 以及戴尔等，正在悄悄超车传统的 GPU 概念股。虽然产业能见度极高，但投资人仍需留意宏观环境波动，以及2026年底可能出现的商品成本上涨对利润率的潜在压力。华瑞认为，从摩根大通这份报告来看，2026到2027年 AI 硬体红利绝对不只是辉达一家的游戏，而是 CPU、ASIC 与网络设备三位一体的全面爆发期。谁能掌握 CPU 与 ASIC 的技术红利，谁才是这场 AI 下半场的真正长线赢家。特别是像戴尔这类转型成功的巨头，其获利的可持续性正处于被低估的起跑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